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前男友江峰的婚礼现场，我被当猴一样围观，只因他为了娶富家女白薇薇，把我这个玩积木的穷鬼踹了。新娘白薇薇走到我面前，得意地晃着脖子上的海洋之心：苏然，这颗钻3000万，你拼一辈子积木也买不起。我没说话，看着中央那颗蓝钻上只有我才知道的微小瑕疵，然后平静地问他：真漂亮，不过江峰没告诉你，这条项链其实有个隐藏的机关吗？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江峰的婚礼请柬是烫金的，硬邦邦的硌着我的手心，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一行字：请来见证你付不起的幸福。落款是江峰和白薇薇。3个月前，江峰把我的乐高模型星月夜摔在地上，零件碎了一地。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像在看一堆垃圾。苏然，你20好几了，还天天抱着这些小孩子的玩具，有意思吗？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帮我走向人生巅峰的女人，不是一个躲在积木堆里的穷鬼。白薇薇能给我未来，你呢？你能给我什么？一屋子塑料吗？如今，他终于要和他口中那个能给他未来的女人结婚了。我去了，婚礼极尽奢华，地点在全市最贵的7星级酒店。我就穿着最普通的白衬衫和牛仔裤，走进这个金碧辉煌的宴会厅。一个穿着香奈儿套装的女人拦住了我，她是江峰的表姐，向来看不起我。她捏着高脚杯，鄙夷的上下打量我。哟，这不是苏然吗？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酒店服务员呢。江峰也是心善，还真请你来了。换我可没这么大的脸。我没理他，径直走向宾客席。我的位置被安排在最偏僻的角落，紧挨着后厨的门。油烟味和宾客身上昂贵的香水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我刚坐下，就被一群珠光宝气的女人围住了。她们是新娘白薇薇的闺蜜团。就是她啊，江峰那个玩塑料的前女友。一个卷发的女人率先开口，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半个宴会厅的人听见。另一个短发女人掩嘴轻笑，看她穿的，地摊货吧，真敢来啊！薇薇就是太善良了，还怕她想不开，特意把她请来，想让她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上流社会，免得她一辈子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一唱一和，像在看动物园里的猴子。我低着头，没理他们。就在这时，一道娇柔的声音响起：哎呀，你们别这么说，苏然能来，是给我们面子。白薇薇穿着价值100万的婚纱，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苏然，好久不见，你还是老样子。她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1秒，丝毫不掩饰眼神里的轻蔑。老样子3个字，是在说我一成不变的穷酸。她身边的闺蜜立刻接话：薇薇，你可别这么说，人家苏小姐这叫不忘初心，她至少不像某些人，一朝飞上枝头，就忘了自己是什么出身。这话明着是替我说话，实则是在提醒所有人，我配不上江峰。但他却没注意到，这话也影射到了江峰。他靠着劈腿跪舔富家千金白薇薇，和白家达成了商业合作。白薇薇假意嗔怪地瞪了闺蜜一眼，随即状似无意地撩了下头发，让她脖子上那条项链彻底暴露在灯光下。哇，薇薇，这就是江峰送你的海洋之心吗？太美了！听说这颗钻价值3000万呢，江峰对你可真是用心。白薇薇的脸上露出羞涩又得意的笑容，她抬起下巴，像一只骄傲的孔雀。江峰就是爱乱花钱，我说不要，
他非说只有这个才配得上他的真心。他说完，目光直直地看向我，红唇轻启。苏然，你玩积木应该也喜欢这种亮晶晶的东西吧？可惜这个是真的钻石，不是塑料哦。婚礼仪式开始了，江峰穿着笔挺的白色西装，站在聚光灯下，他拿着话筒，深情款款地看着台下的白薇薇，感谢我的岳父岳母把薇薇这么好的女孩交给我，也感谢薇薇选择了我。他的声音通过音响传遍整个大厅，带着一丝动情的颤抖。遇到薇薇之前，我曾一度迷茫，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他话锋一转，视线若有若无地扫过我所在的角落。我甚至浪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些不值得的人和事上。全场宾客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地打在我身上，我成了那个不值得的人。是薇薇让我明白了，一个成熟的男人需要的是一个能和他并肩看世界、有品味、有价值的伴侣，而不是一个沉浸在幼稚幻想里玩着廉价玩具长不大的孩子。廉价玩具长不大的孩子，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贴上了这2个标签。我能感觉到四周投来的幸灾乐祸目光。仪式结束，江峰和白薇薇下来敬酒，他们径直走到了我这一桌。江峰甚至没看我一眼，仿佛我只是个透明的摆设。白薇薇端着酒杯，笑意盈盈地站在我面前，婚纱的裙摆蹭过我的裤腿。她俯下身，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看到了吗？这就是现实。你拼一辈子积木，也买不起我脖子上的一颗碎钻。”他指了指自己那条海洋之心，眼里的得意几乎要溢出来。你的那些塑料跟我这个比，配吗？我抬起头，终于正眼看向他，也看清了他脖子上那条项链，中央那颗巨大的蓝钻，在左上角的位置有一个极其微小的气泡，那个瑕疵只有我知道。婚宴进行到高潮，主持人拿着话筒，用夸张的语气高声宣布，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激动人心的环节，让我们有请美丽的新娘白薇薇小姐为我们展示由新郎江峰先生耗资3000万为他量身定制的绝世珍品海洋之心。聚光灯瞬间打在了白薇薇身上，她像个女王一样优雅地走到台上，在所有人的艳羡目光中高高地扬起了她的脖子。那条项链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引来一阵阵惊叹。白薇薇享受着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她觉得还不够，她要的是把我彻底踩进泥里。只见她对主持人耳语了几句，主持人脸上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换上了一副看好戏的促狭笑容。各位来宾，我们的新娘白薇薇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她有一个特别的提议。主持人的声音拖得长长的，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为了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份沉甸甸的爱，新娘提议邀请新郎的一位老朋友苏然小姐上台，让她近距离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珠宝，什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话音刚落，另一束聚光灯精准地打在了我的身上，全场瞬间爆发出哄堂大笑。这已经不是羞辱了，这是公开处刑。江峰站在台上，抱着手臂，一脸鄙夷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很期待看到我的丑态，巴不得我下一秒哭着跑出去。白薇薇的闺蜜团笑得花枝乱颤，快看她那张死人脸，肯定要气疯了，活该，谁让她不自量力。在全场毫不掩饰的嘲笑声中，我站了起来，我理了理衬衫的衣角，一步一步
平静地走上了台阶不长，我却感觉像走了一个世纪，每一步都踩在江峰和白薇薇的得意之上。我站定在白薇薇面前，主持人立刻将话筒递了过来，催促道：“苏然小姐，请发表一下你的感想吧。这么近距离看到3000万的钻石，是不是很震撼啊？”我没有接话筒，也没有看那条项链，我看着白薇薇的眼睛，然后我笑了。我拿起另一个话筒，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宴会厅。白小姐，在你戴上它之前，江峰没告诉你这条项链的隐藏功能吗？白薇薇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江峰的脸色瞬间变了，全场一片哗然。隐藏功能？一条项链能有什么隐藏功能？你胡说八道什么？江峰最先反应过来，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被傲慢取代。不过是卡地亚的独家设计罢了，你这种人怎么会懂其中的精妙？他嘴硬的样子有些可笑，但他越是气急败坏，我心里就越是爽快。我没有理会他的咆哮，而是转身面向所有宾客和镜头。我从随身带来的小手包里拿出了一个东西，一个橙色的、扁平的、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塑料片。懂行的人一眼就能认出，那是乐高积木的拆解器。但在场的这些上流人士，没人认识这是什么，他们只觉得我拿出的东西和我这个人一样，廉价又可笑。我举起那个小小的拆解器，对着台下一字一句地说道：“它的隐藏功能就是……”我顿了顿，目光扫过江峰和白薇薇惨白的脸，一剑分解。话音未落，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我伸出了手，在白薇薇尖叫着后退之前，我已经用拆解器精准地按在了项链吊坠背后一个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隐秘卡扣上。啪嗒一声极其清脆的响声，通过话筒被无限放大，回荡在死寂的宴会厅里。下一秒，奇迹发生了，那条被灯光照耀的璀璨夺目的海洋之心，号称价值3000万的绝世珍宝，瞬间解体了，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发生了连锁反应。一颗颗所谓的钻石失去了连接，失去了伪装，变成了一块块最原始的蓝色透明积木零件。稀里哗啦，几百颗塑料零件从白薇薇的脖子上散落下来，掉在她面前肆意捧着的红色天鹅绒托盘上，发出廉价又清脆的响声。全场死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摄像师忘了关掉镜头，将托盘里那堆颜色鲜亮的塑料块清晰地投放在大屏幕上。蓝色的，透明的，在灯光下泛着塑料特有的光泽，跟3000万的钻石没有1毛钱关系。白薇薇呆呆地看着那堆塑料，脸上的血色一寸寸褪去，最后变得惨白如纸。江峰的表情比吃了屎还难看，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在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揭穿他那点可怜又可笑的伎俩。主持人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他结结巴巴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拿起话筒，冰冷的目光扫过台下每一个人的脸。怎么回事？我轻笑一声，打开手机，连接上现场的大屏幕。2个月前，一个 ID 叫追风少年的人，在国内最大的手工论坛发了一个帖子，我的手机屏幕被投射出来，一个帖子清晰地显示在所有人面前：悬赏300元，求手工大神定制乐高版海洋之心项链，要求以假乱真，看起来很贵。这个追风少年就是我们的新郎江峰先生。
我点开帖子下面的聊天记录，追风少年，大神，一定要做得像真的。我女朋友虚荣心强，就喜欢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我没钱买真的，只能先做个假的哄哄她。追风少年，钱不是问题，300块够不够？不够可以加到350。追风少年，拜托了大神，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关系到我下半辈子的幸福。一条条卑微又小气的聊天记录公之于众，台下的宾客们表情从震惊变成了鄙夷，最后是憋不住的嘲笑。我切换到下一张图，是我的收款记录。我匿名接了这一单，我指着屏幕上的交易详情，转账金额那一栏，刺眼的300元像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江峰和白薇薇的脸上。所以，白小姐，你脖子上这条号称3000万的海洋之心，实际造价300块，还是塑料的？江峰一声暴喝打断了全场的窃窃私语。白薇薇的父亲，白氏集团的董事长，一张脸已经气成了猪肝色。他3步并作2步冲上台，身后跟着同样脸色铁青的白夫人。你给我们白家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白董事长指着托盘里那堆塑料，手指都在发抖。3000万的项链，你就是用这种300块的塑料玩具来骗我们家薇薇的？江峰的父母也慌了神，赶紧跑上台，对着白家父母点头哈腰的道歉。亲家息怒，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我们家江峰不是这样的人。误会？白夫人冷笑一声，指着我的鼻子，那这个女人说的都是假的吗？聊天记录是 P 的吗？江峰彻底慌了，他想去拉白薇薇的手，语无伦次的解释。薇薇，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我后面一定会给你买真的，我发誓。一直呆滞的白薇薇终于有了反应，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她尖叫起来，声音凄厉。我带着这个塑料玩意儿，跟所有人炫耀它是3000万的钻石。我跟我的朋友说，你爱我爱到愿意为我一掷千金，我还把它当成我们爱情的见证。结果呢，它就是个300块的破塑料。江峰，你把我当什么了？一个可以被300块就打发的傻子吗？他彻底崩溃了，扑上去对着江峰又抓又打。名贵的婚纱和精致的妆容此刻都成了笑话。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这个骗子，小气鬼！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婚礼现场瞬间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江峰一边躲闪，一边试图安抚他，嘴里还在不停地辩解。我不是小气，我是真的爱你啊，薇薇。我只是最近手头有点紧。白董事长冷笑一声，你们江家的项目等着我们白家注资救命，你就是这么手头紧的，用300块的假货来骗婚？你们江家是把我们白家当成收破烂的了吗？这句话点醒了在场所有宾客，原来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局。江家需要白家的资金续命，就跪舔上了白薇薇。而江峰这个可悲又可笑的男人，连哄骗富家女的成本都只舍得花300块。白董事长深吸一口气，对着所有宾客声音洪亮地宣布，我宣布白家和江家的婚约就此作罢。至于我们白氏集团原定对江家的所有投资全部撤销，我们白家丢不起这个人。说完，他拉着还在哭闹的白薇薇，头也不回地走下台。江峰的母亲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江峰的父亲脸色煞白，指着江峰，气得说不出话。江峰站在台上，
成了全场的笑柄。他看着我，眼神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鄙夷和傲慢，取而代之的是溢满的怨恨。他知道他完了。我看着他扭曲的脸，把话筒放回原处，转身平静地走下了这个已经沦为笑话的舞台。婚礼闹剧结束的第二天，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我的新闻。江峰利用江家最后的媒体资源，买通了无数营销号，发布了一条精心剪辑过的真相视频。视频里，我冲上台的画面被保留，但之前白薇薇请我上台的羞辱片段被删得一干二净。我拿出拆解器，分解项链的动作被配上了阴森恐怖的音乐。我展示聊天记录和转账截图的画面被打上了伪造证据的红色大字。视频的最后是我转身下台的背影，配上了一行煽动性极强的文字：因爱生恨，求而不得。他毁掉了前男友的婚礼，也毁掉了自己。一夜之间，我成了全网口诛笔伐的偏执狂前女友。太可怕了吧，这个女人得不到就要毁掉。江峰也太惨了，娶个老婆还被前女友这么搞。看他那张冷漠的脸，就是个心理变态吧。300块的聊天记录，现在 P 图软件都能做，这也能当证据。这种女人就该被网暴，让她知道什么是社会险恶。恶毒的评论像潮水一样涌来。很快，我的个人信息被扒了出来，我的姓名、电话、住址，甚至是我租住的小公寓门口的照片都被挂在了网上。我的手机被打爆了，无数陌生号码发来辱骂的短信，打来骚扰电话。贱人，去死吧！你这种疯子怎么不去坐牢？外卖软件上有人用我的地址下了几十份订单，货到付款都是些恶心的东西。门外开始有陌生人徘徊，对着我的门指指点点。房东给我下了最后的通牒，让我立刻搬走，不然就报警。苏小姐，我不管你跟谁有什么恩怨，你影响到我其他的租客了，你再不走，我就换锁了。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拉上窗帘，断掉网络，世界仿佛只剩下手机屏幕上那些狰狞的文字和门外不时传来的诡异声响。江峰的目的达到了，他不仅要毁掉我的名声，还要毁掉我的生活。我看着手机里江峰通过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苏然，感觉怎么样？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你以为你赢了？你不过是个玩塑料的穷鬼，我动动手指就能让你社会性死亡。现在跪下来求我，或许我还能放你一马。我删掉短信，拉黑了号码。我看着满屋子的乐高零件，那些曾被江峰称为廉价玩具的东西。他以为这样就能打倒我，他错了。就在网暴达到顶峰，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我是个恶毒的偏执狂时，事情出现了转机。起因是那个被全网转发的真相视频下一条不起眼的评论：等一下，你们光顾着骂人，没人注意到项链解体的方式吗？这条评论很快被更多的质疑声淹没，但发布评论的博主没有放弃，他重新发了一条长文，配上了视频的逐帧截图。你们看这个卡扣的设计，还有这些透明件的拼接方式，尤其是吊坠核心部分的微型十字轴固定法，这绝对不是普通玩家能做出来的。这位博主似乎是个乐高圈的大佬，他的分析有理有据，引来了越来越多专业玩家的围观。卧槽，这手法怎么那么眼熟？我想起来了，这不是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乐高大师 Brick Queen 的风格吗？对对对，就是他。他的作品辨识度太高了，尤其是对透明件的处理，
堪称一绝。不可能吧 ？Brick Queen 的作品随随便便一件都被炒到上百万，他会接300块的单子，可是这个手法真的太像了，全球都找不出第二个。Brick Queen 正是我的 ID， 一个我从未公开过身份，只用来在专业论坛发布作品的账号。因为风格独特，设计精巧，我在乐高圈子里小有名气。几件挂在网上售卖的作品都被一些神秘买家高价拍走。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的身份会以这种方式和一场网络暴力联系在一起。讨论越来越激烈， Brick Queen 这个 ID 很快冲上了热搜，无数人涌入我的论坛主页，把我过去发布的那些作品截图和婚礼视频里的项链进行对比，结论是惊人的一致。无论是设计思路还是独有的拼接技巧，都指向了同一个人。舆论的风向开始悄然改变，如果苏然真的是 Brick Queen， 那这件事就得重新看了。所以真相是，江峰花了300块请一位艺术大师给他做了个假项链，然后吹牛是3000万的钻石，被当场拆穿后恼羞成怒，反过来污蔑大师。我靠，这反转比电视剧还精彩。一家国内顶尖的艺术杂志社通过论坛的私信联系到了我。你好，请问是 Brick Queen 女士吗？我们是先锋艺术的记者，看到网络上的讨论，想向您求证一下，江峰先生婚礼上的那条乐高项链是否出自您手？我看着窗外，天已经亮了，这场闹剧是时候该结束了。我平静地回复了3个字：是我的。半小时后，先锋艺术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条独家快讯，本刊独家求证，网传婚礼闹剧中的乐高项链确系传奇乐高艺术家 Brick Queen 苏然亲手制作，全网都疯了。卧槽，真的是他！我的天，我骂了2天的人，居然是身价上亿的艺术大师江峰这个蠢货。他把真正的钻石当玻璃珠扔了，一个能投资他家公司的富家女和一个能随手创造出价值100万艺术品的女人，他选了前者，结果还用假货骗人家，这已经不是有眼无珠了，这是眼瞎啊！我宣布，这是我今年见过最爽的打脸现场，舆论彻底反转。之前骂我骂得最凶的那些人纷纷删除评论，跑到江峰的社交账号下面去发泄他们的愤怒和嘲笑。江峰显然也懵了，他没想到那个被他踹掉的、被他定义为玩塑料的穷鬼的我，竟然就是那个连他新岳父都想结交的神秘艺术家 Brick Queen。他沉默了几个小时，然后进行了最后的疯狂反扑。他再次买通水军，在网上带起了新的节奏。他要是上百万的大师，会接300块的单子，分明是想红想疯了。蹭 Brick Queen 的热度，就是真正的艺术家都有风骨，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我看就是团队炒作。这个苏然心机太深了，新的质疑声刚刚冒头，就被一记重锤砸得粉碎。国际最大的乐高作品交易平台在官方认证账号发布了一份声明，声明中他们不仅确认了我 Brick Queen 的身份，还附上了一份我授权他们平台拍卖作品的合同扫描件，以及几笔高达7位数的成交记录。官方下场最为致命，江峰的反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他和他买来的水军像小丑一样被挂在热搜上，供全网嘲笑。他彻底无路可走了。然后我的手机响了，是江峰的号码，我接了。电话那头是江峰带着哭腔的、语无伦次的声音：苏然，冉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是你，我就是个混蛋，是个瞎了眼的傻子，我不该那么对你，不该说你的乐高是廉价玩具。他哽咽着，声音里充满了悔恨和恐惧。冉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白薇薇那边我已经完了，白家不会放过我的，只有你能帮我了。我知道你还爱我，不然你不会来我的婚礼，对不对？你的一件作品就能卖上100万，我们江家的窟窿对你来说不算什么的，求求你。冉冉，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直到他说完，我才冷冷地开口：江枫，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情分了。说完，我挂断了电话，并将他拉黑。几天后，我约了先锋艺术的专访，地点就在我那个被江枫嫌弃了无数次的小公寓。当记者和摄像师走进我那个摆满了乐高作品的塑料屋子时，发出了由衷的惊叹。采访的最后，记者问我：苏冉老师，对于您的前男友江枫先生，您现在还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聚光灯下，我看着镜头，平静地笑了。我想谢谢他，谢谢他有眼无珠，让我看清了他的廉价。他曾问我，一屋子塑料能给他什么？现在我可以回答他，能给他一个万劫不复的教训。我的专访视频成了压垮江枫的最后一根稻草，用300块的塑料买下他整个江家的未来。这句话被网友们奉为年度最强打脸金句，我的热度达到了顶峰。Break Queen 这个名字彻底出圈，我的作品价值水涨船高，翻了好几倍。无数的品牌、画廊、收藏家向我抛来橄榄枝，我的邮箱几乎被合作邀约挤爆。我从那个被网暴到不敢出门的偏执狂前女友，一跃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顶流艺术家，而江枫则吃到了他亲手种下的所有恶果。白家不仅撤销了全部投资，还动用关系全面封杀了江家的业务，墙倒众人推。之前和江家有合作的伙伴纷纷解约，银行上门催债，江家在短短半个月内宣布破产。更让他绝望的是，他买水军网暴我的行为被相关部门盯上了。警方根据我在采访中提供的证据以及论坛后台的数据，很快就锁定了江枫和那几家与他合作的营销公司。因恶意引导网络舆论，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江枫被依法拘留。我是在新闻上看到他被带走的照片的，他穿着囚服，戴着手铐，形容枯槁，眼神空洞，再也没有了婚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模样。我关掉新闻，继续埋头于我的新作品。那是一个1:1大小的凤凰，通体用金色的透明零件拼搭而成，每一片羽毛都精巧绝伦，在灯光下流光溢彩。我给它取名涅槃。3个月后，我的个人作品展在市中心最顶级的艺术馆开幕。开幕式当天，宾客云集，媒体的闪光灯几乎没有停过。那只涅槃被一位匿名的海外富商以9位数的天价当场拍下，创下了乐高艺术品的全球最高成交纪录。我站在舞台上，接受着所有人的祝贺和掌声，目光扫过台下，我仿佛看到了过去那个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被所有人嘲笑的自己，也仿佛看到了江枫那张因为嫉妒和鄙夷而扭曲的脸。他曾以为金钱和地位就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他看不起我的热爱，践踏我的梦想，以为把我踩进泥里，他就能飞上枝头。但他永远不会明白，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依附于谁，而是源于自己，源于那份
不被世界改变的坚持和创造美好的能力。如今，我拥有了曾经遥不可及的一切，而他在失去所有他珍视的东西之后，也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结局。在冰冷的铁窗里，他大概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思考一个问题：他付不起的究竟是白薇薇3000万的项链，还是我那价值300块却能点石成金的真心？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